重生前，我死得并不痛苦。陆良为我准备了上好的鸩酒，味若琼浆，服之溺于梦中。他说：阿如，只是做戏而已，你服下药假死，他们便会放仙云出来。待你醒时逃出，再来找我，亦或是我去找你，都是一样的。只是陆良，他不知道那杯鸩酒早已被他的倩云调了包，我再也没醒来。理所当然，我重生后也没再去救他。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阿如，睡一觉就好了，等那些人知道你的死讯，放倩云回来，一切便好了。我死前，陆良的话还在耳畔。他说着莫仙云是无辜的，若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被千越人掠去。千越人曾经被我爹领兵清扫，恨我沈家入骨，是以他们便绑了陆良最心疼的表妹，走时放言：陆将军，要你夫人还是你的心奸人，选一个吧。陆良就没选，因为他第一时间就给我端上了鸩酒，就连我说莫仙云早已和千越人勾结。陆良，你信我？他也恍若未闻，反而面露失望。我知你不喜仙云，但是关他性命，阿如拈酸吃醋也要分时候。他的性命，那我的呢？我的便不是吗？我的父亲一生戎马，为抵抗千越人死守边关，殒命之时，他还死死拽着我与陆良的手，对他道：阿如很乖，若有一日你厌他弃他，赶他走便是，老夫的阿如能找到回家的路，你莫要伤他半分，更莫要殒他性命。这也算是报了老夫与你的知遇之恩了。可是爹，他骗你，他给女儿灌了那鸩酒，只为救他心尖上的青梅。他说那是假毒酒，喝了只会假死睡一觉而已。千越人有他的卧底，等换回莫仙云，自会将我救出来的。可我知道，酒不是假的，莫仙云要的便是我死。陆良不信，他到现在都以为我在拈酸吃醋，我好恨他，所以我愿毒道：不，我不要再来找你了。陆良，若有来生，我再也不愿嫁你，你就该被打死在那街头，一辈子与狗争食。我恨你，我恨你。一番话落，字字提血。我不知他为何手在发抖，还擦去了我的眼泪，说：阿如，别说气话，只是做戏而已，你服下药假死，他们便会放仙云出来。待你醒时逃出，再来找我，亦或是我去找你，都是一样的。等你回来，我们回到从前。回不到了，因为就在他终于拿着我的尸首换回莫仙云时，千越人已经检查完我是否活着，奸笑道：陆将军不愧是从一个马奴爬上来的，手段果然狠辣，便是自己的发妻，也说杀就杀啊。沈月那个老匹夫，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死在自己一手提拔的马奴手中吧。哈哈哈哈哈哈！陆良闻言皱眉，不明白为何千越人如此笃定。他心中闪过一丝不安，却又很快压了下去。该是那鸩酒效果太好，瞒过去罢了。仙云最善药理，这酒是他给的，定然不会有错。他没来得及细想，便听见耳边传来一声低吟：表哥。怀中一阵暖香，莫仙云眼角含泪，像是被吓坏了。表哥，你终于来救我了，我好怕。陆良身影一僵，下意识地想要推开，可是仙云胆小，这次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该是被吓坏了。他刚抬起的手一僵，到底还是落在了莫仙云的后背，轻声道：没事了。心中却想，若是以往，瞧见这般，我定会大吵大闹，不过左右现在我服下鸩酒，也看不见。陆良竟有一丝侥幸：表哥，我们走吧，我再也不想待在这儿了。莫仙云催促，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下意识地带着莫仙云转身离开时，身后传来千越人猖狂的笑声。陆将军果然心狠，怎么走之前连发妻也不瞧一眼了吗？毕竟我等准备将这沈家女挫骨扬灰，若再不看，可就再也看不见了。陆良目中闪过杀气，这些蛮夷，不日他必将斩杀殆尽。至于阿如，鬼使神差的，他回了一次头，看见了高台之上的双目紧闭的我，面如白纸，悄无声息，仿佛真的死了一般。不会的。陆良抹去了这个想法，不过是假的鸩酒而已，阿如只是假死，
睡着了。到了夜里，他派的卧底自会将他带回自己身边，到时他再好好给他赔罪。阿如不喜他忙于军务，他便抽出时间来陪他。阿如介意他和表妹，他早已给表妹相好了人家。阿如那般心悦于他，定会原谅他的。他们还是夫妻，回到以前。有了这个想法，陆良几乎迫切地拉着莫仙云离开，身后是千越人叫嚣着拿柴火的声音。可他等啊等，等啊等，等到夜幕降临，等到他举兵而下，等到他找到了自己安插的卧底，问出：阿如呢？为何只有你一个人？我不是叫你将他救出的吗？他嘶吼：夫人！奸细一愣：不是已经死了吗？什么死了？那是假死药。阿如如今在哪儿？他知我最胆小了，若是醒来发现不见他，定然会吓哭的。陆良暴怒之下，竟只剩下这一个念头。可身后卧底的声音还在继续：什么假药？世间哪有这般查不出来的假药？属下亲自探查，夫人的确已经死了，是以属下还以为是将军。他迟疑的没说下半句，陆良脑中却一阵轰然，猛地回头，脸色可怖。你说什么？卧底猛地跪下，惊恐：将军，夫人的确死了啊！千越人恨极了沈家，要他挫骨扬灰啊！不可能！尔等胡说八道！阿如没死，我现在便去找他，他还在等我，阿如还在等我。陆良仿佛魔怔一般，转身就要杀出去。他也的确做到了，却只见火光冲天，我静静地躺在大火之中。阿如，小姐！我猛地惊醒，被烈火灼烧的痛苦仿佛还在。丫鬟小翠急忙给我端了杯水。小姐近日这是怎么了？为何日日做噩梦？老爷惦记小姐，为小姐寻了不少安神之物，可小姐为何还是睡不着呢？自然睡不着。论谁死前被烈火灼烧，鸩酒入喉，都睡不着。哪怕是重生之后。没错，我重生了。重生在没遇见陆良之前。上辈子，我闹着要去买如意斋最新的胭脂，遇见了在街头之中被人打骂的陆良。彼时他不过是一马奴，地位卑微，狼狈不已。是我心善，将他买了下来，给他吃穿，救他一命。自此，他成了我爹爹手下的一个小兵。谁都道我爹爹走了大运，手下出了个骁勇善战的小兵，却不知这个小兵以前不过是家道中落从边关逃难而来的马奴。理所当然，我爹收了他为义子，将我牵到他面前，问他愿不愿娶我。我沈玉茹，大将军沈月的掌上明珠。在我娘病逝之后，我爹在未娶妻，也未曾纳妾，只想让我安稳一生，顺遂康健。陆良是他一手提拔的，也是我救下的，是以将我许配给他，我爹最放心。我那时含羞带怯，偷看着自己的意中人，听见他一字一句：若能娶阿如，是陆良一生之幸，怎敢负之？若真的负了呢？我爹问他，他掷地有声：那陆良必遭天谴，不得好死。我爹信了。在婚后，他也的确待我极好。直到3年之后，有个名唤莫仙云的表妹找上门来，她要我让了她胭脂，让了她院子，就差没让了我的夫君。每次我闹，她都道：我与仙云本有娃娃亲，如今我只要你，必不能娶她。这些年她受苦了，阿如是你欠她的，便让她吧。我让了，以至于最后让出了命。重活一世，我若再让，便该是天打雷劈。是以在小翠问我还去买胭脂吗？我擦去梦中流下的眼泪，定然去。怎么不去？有热闹看，难道不该去吗？胭脂铺的必经之路，一如上一世一般。马车经过了街头，此时那儿打骂声不断。好一个废物，让你好好做事便是，还敢顶嘴，你如何能比得上那些金尊玉贵的客人？别说他们踹你羞辱你，就是他们要你的命，你一个马奴也得乖乖双手奉上。才从边关逃难而来，沦为马奴的陆良，此时被人打倒在地上，
身上没一块好肉，好不狼狈。隐约间，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芳香，猛然抬头，就这么看见了不远处坐在马车上居高临下，冷冷看着这一幕的我。不是紧闭双眼，也并未化为灰烬，而是依旧鲜活的、艳丽的沈玉茹。她黑色的瞳孔动了动，像有失而复得的喜意，朝我伸出手。阿如，颠倒轮回，我与她隔着数米两两相望，一切又回到从前。上一世也是这个时候，我心怀不忍，看见她被一群人欺负，一时心软，将她救下。我知边关苦寒，能活着到这儿已是不易，所以我将她引荐给了爹爹。他本就是家道中落才沦落成马奴的，就是从一个小兵做起，不用多久也能崭露头角。我会与他成亲，换他表字，和他拜为夫妻，生死同学。但同时，我也会被他灌下鸩酒，送到千越人面前，只为救出他心尖上的青梅。千越人堆起高高的木堆，大火点燃时，我沈玉茹也就成了随风而散的灰烬。不同的是，这一世是他先伸出了手，我却冷声对驾车的陈叔道：“陈叔，还不走？”陆良脸色惊愕，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我却放下帘子，像是瞧见了脏东西一般满不在乎。不是说如意斋的胭脂有限吗？再不快些，我可就要赶不上了。陈叔是我爹的亲信，我要紧事的时候会留在我身边护着我，从来只听我爹和我的话。他闻言立刻点头，就要催动马匹。可不是的，不该是这样的。陆良推开鞭打他的那些人，不管不顾地朝着马车跑去。这在所有人意料之外，以至于陈叔来不及躲闪。我在马车内感觉到一阵颠簸，听见了陆良急促的呼唤声：“阿如，小姐，不好了，撞到人了！”小翠拉开帘子，陈叔也一脸无措。这可是他自己撞上来的。无碍。我淡淡地打断了两人的话，走了出来。不远处，被撞倒在地的陆良嘴角溢出血迹，英挺的眉眼却死死盯着，好似感觉不到身上的伤痛一般，着急的要朝我靠近。阿如，阿如，你回来了对不对？你也回来了对不对？太好了，你没事，你没事。他又哭又笑，恍若疯子，却又想到什么，踉跄着站起来，捂住伤口，笑着对我安抚：“好阿如，你别看，我没事，别害怕。我说过，我自幼被爹爹护着，最是胆小了，最怕见血。嫁给陆良之后，他在沙场厮杀后，哪怕再着急见我，也要仔仔细细洗去一身血腥才好。但偏偏就是这么知道我弱点的陆良，将我送到了最为凶残的千越人手中。他以为我方才没下马车是因为赌气，如今下来是因为心里有他，看他受了伤而担心。的确，若是前世的我，他但凡有点伤疤都会心疼不已。那时他还哄我笑：“阿如别哭，你一落泪，我便心疼，那岂非让为夫雪上加霜？”气得我将他踹下床。可他想歪了，因为如今我下了马车，却是皱起眉头，厌恶地扫了他一眼，冷声：“醉香楼怎么调教的马奴，胆敢挡了客人的路撞上来，还让本小姐的马车染了血，实在晦气。岳老板，你什么意思？莫非你醉香楼的生意差到还想要讹银子不成？”陆良嘴角的笑意僵，愕然地看着我。被我点到的老板闻言哪里敢怠慢，连忙上前：“沈小姐这是什么话？在下是万万不敢啊！都是这马奴，不长眼的废物，小的这就带下去好好收拾。至于银子，该是小的给沈小姐洗马的钱。这老板也做我沈家的生意，自然知道不能得罪。”说罢，立马一鞭子甩在陆良的身上，厉声道：“听见没有？还不快快给沈小姐赔不是？今日非要打死你不可！”鞭子一边又一边地甩了下去。谁都知道这是在做给我看的，只要我说停，便算是既往不咎了。陆良身强力壮，罕见的没有反抗，闷声硬生生地扛下，一双眼睛布满血丝，一眨不眨地盯着我，血色飞溅，让边上的人瞧着都有些不忍。我却只是悠然地看了看指尖上的扣单，转身进了马车，悠悠地吐出两个字：晦气。马车动了，鞭子声依旧。陆良跪在地上，想要上前两步，却怎么也不见前方停下。相反，
那辆曾经带着他离开的马车渐渐地消失在街尾。小翠没见过我如此冷血的样子，小声：“小姐，那人。”我眼睛眨也不眨：“什么人？”朱红的扣单艳丽似血，我一字一句：“那不过是个贱奴，连给我提鞋也不配的贱奴。”疼吗？我就是有意的。夫妻多年，我知道他的脾性，有意让他撞上来，有意暗示醉香楼的老板别停，打得血肉淋漓才好，能打死最好。但我也知道陆良身手不俗，再加上醉香楼的老板也不会染上人命，他死不了，我也不打算让他这么痛快的死。方才那也不过是开胃菜而已，毕竟我当初被灌下鸩酒时更疼，心疼如焚，痛不欲生。既然我都那么痛苦了，重来一世，陆良，你凭什么就可以那么轻松的死掉？那天我的心情格外的顺畅，前世枉死的怨气散了一些，我也终于买到了曾经以为陆良没买上的胭脂。这份好心情一直持续到了爹爹向我介绍穿成小兵模样的陆良时。这小子身手不错，是个好苗子，我便调到我手下做事了。我爹开怀笑道。老头子此时还是威风凛凛的将军模样，还没为了给我安排后路，将我嫁给陆良，更没抵御千越人的进攻，战死沙场。要说我上一世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他。是一醒来后，瞧见他笑呵呵的在面前说话时，我总是不自禁的红了眼眶。我的爹爹最心疼我，止不住的给我塞新鲜玩意儿。阿如这是怎么了？怎么这几次见爹爹眼眶都红了？可是有人背着我欺负了阿如，我看也没看一眼，炽热地盯着我的陆良。对于他没有我的救助，依旧能进入我爹的军营，并不奇怪，只是整理了情绪，破涕为笑地抱着我爹塞来的新鲜玩意儿，道：“阿如就是想爹爹了，爹爹别离开阿如好不好？爹爹不在了，他们便都欺负阿如。”闻言，陆良身影一晃，脸色微白。我爹没发觉异样，佯装发怒：“我倒要看看谁敢！阿如莫怕，就算爹爹有一日真的不测，爹爹也会给你许个最能打的夫君，他必能替爹爹护着你，不会让你被旁人欺负了去。”陆良的脸色更白了一些。也是这时，我爹手下的小将有事来报，我爹急匆匆地朝书房走去，没了旁人，独剩下我与陆良。我对着我爹时，嘴角甜甜的笑意散去，只剩下漠然的冷意，转身便要抱着东西离开。身后陆良的声音响起：“阿如，你还恨我对不对？恨我给你喝下鸩酒，恨我没早早去接你。”我闻言回头冷笑：“这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陆良苦笑：“阿如，我爱你，不管你信与不信，前世今生，我皆只爱过你一人，从未对其他女子有过半分动心。对仙云只不过是……够了！”我厉声：“陆良，少来恶心我！你爱不爱谁与我无干，但独不能爱我。为何？”他着急：“因为我恶心。”他愣住，我眼中的厌恶却丝毫不减，一字一顿：“我一想到你这样的脏东西爱上我，我就恶心。”阿如，陆良痛心，他想要我别说下去，我却没有半分停顿。陆良，我最后悔的事，便是当初瞎了眼，救了一个狼心狗肺的贱奴。别说下去，阿如，别说下去。他眼中的痛苦翻滚。我少时爹娘便被千越人屠戮，这一路遇到的所有人都将我当作野狗，随意打骂，是以我只有恨，没人教我什么是爱。直到遇见你，我方才感觉到原来天如此蓝，天下如此辽阔。可我也不知那是爱。是以阿如，你得教我，教我吧，教我如何爱你，与你白头偕老。我会好好学，一点一点的学。不教，我怒然，上一世未曾宣泄的怒火爆发，我几乎对他大吼：“不教！凭什么你所做的一切一句不知如何爱便可以一笔勾销？凭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件善事就要付出如此代价？陆良，你知不知道，哪怕是死时我也能看得见的。”气氛瞬间安静，陆良面白如纸。哪怕是死，我也没有立刻重生，而是灵魂漂浮在外，所以我看得见他如何将我送到千越人手中。
看得见他如何抱着换回来的墨仙云，更看得见自己如何被烧成一把火，挫骨扬灰的。一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陆良脸上立马红了起来。我恨死你了！他身影晃了晃，该是被鞭打的伤势根本没恢复，如今遭了打击，他仿佛被抽去几两骨一般，半跪在我脚下。而我咬牙切齿，重复：我恨不得你死！死寂一般的氛围笼罩。片刻，他才撑起一个笑，仔仔细细地给我擦去绣花鞋上的微尘，轻声：阿如恨我是对的，想怎么折磨我都行，但是我不能死，若是我死了，便不能和阿如在一起了。我再也不会让阿如离开我了。是以只要能让阿如高兴，阿如怎么折磨我都行。我看他好似看一个疯子，但也只是一瞬，下一秒，他的手就被我狠狠踩在脚下。他闷哼一声，听见我居高临下的开口：让我高兴？你也配？他身影僵硬，我不屑一顾地展了展，在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后，成功地勾起了嘴角。当初我能给你好脸色，在乎你信你，是因为我瞧得起你，但是现在我眼中根本没有你，你不过是一个低贱的马奴，谁允许你碰我的鞋的？你配吗？他的脊梁彻底弯了下去。我满意的离开，我想我该是很高兴的，因为我计划好的好戏才刚刚开始。要是没转头走了一半，就瞧见一个大高个站在那儿，不知看了多久的话。说到底，我上辈子一直都是个被护得极好的千金大小姐，没干过什么坏事，若不是遇见陆良，也不知什么世道险恶。这一世重生，虽然有意在陆良面前扮起了恶脸，可当真被人瞧在眼里，脸上难免燥热。是以还不等对方开口，嘴上就凶巴巴：看什么看？没见过坏女人啊！再看挖了你的眼珠子！能在神府上的，瞧着也还年轻，有我爹在，我应当惹得起，且还躲得起。我放完狠话就跑，还能抓我不成？我得意洋洋，然后扭头就在我的书房遇见了我爹。阿如啊，来得正好，爹刚才不是说了吗？若是爹不在了，爹也给你找个打架最厉害的夫君，必不能让人欺负了我家阿如。瞧，这个最能打。他拉着边上的男人，凌霄，瞧，这便是我闺女儿。那人一身锦缎，身板瞧着格外结实，剑眉星目，笑起来却像是个书生，瞧着我道：沈小姐，早有耳闻。我低了低头，他轻声笑，有意捉弄般缓缓说了下一句：却是传闻不可当真。传闻？我可记得我前世名声极好，谁都说我乖巧懂事，还讨人喜欢，说沈将军有个好女儿。那他说传闻不可当真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说我不乖巧不懂事，还不讨人喜欢喽？我想到他看见我对陆良恶劣至极的样子，多半知道他怎么想的，无外乎认为我是什么伪装无辜的小白花，实则是嚣张跋扈欺压小兵的恶毒大小姐。但那又怎样？我对陆良口出恶言，对他拳脚相加，那都是他该的。这人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如此想我？不过等等，凌霄，傅凌霄，你是傅凌霄？我想到什么，猛地抬起头，对着他问。态度转变太快，他微愣，挑眉。正是在下。沈小姐知道？知道，但不多，亦或者只记得一点点。上一世我先救了陆良，后来又引荐给了我爹，以至于我爹没为我找夫婿的事情操劳过，自然而然也不会给我荐什么傅凌霄。我只记得傅将军家的独子被派到我爹手底下历练，风头甚至比陆良还要盛许多。那时谁都在传那位傅小将军的风采，直到那场大战，我爹战死沙场，其中最后死守不退，挺到援军来后才殒命的，便是那位傅小将军。我那时因为爹爹的殉国，哭晕过去好几次，郁郁寡欢，连去迎接殉国将士们的尸首时，都是陆良搀扶着我去的。彼时哀声不断，其中傅老将军与老夫人哭得肝肠寸断，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魂魄归西，自己垂垂老矣，这一幕太过深刻，以至于我牢牢地记住了他们手中牌位上的字：无儿傅凌霄之位。
现在那个少年将军与我爹一起战死沙场的富家独子就站在我面前。傅凌霄，我收起了所有的轻慢，对他敬重。见过傅公子，简直乖巧懂事，客气至极，和方才的凶巴巴两模两样。他眉头挑得更高了。我爹见我的态度，以为我满意，更高兴了，对傅凌霄道：贤侄，你不知啊，我家阿如最是良善，就是路边的蚂蚁都不敢踩一下。方才看见我对着陆良的手反复斩压的傅凌霄，我爹，我家阿如胆子更是小，对谁都和和气气的，是以我总是怕若是哪一天我不在，他会被人欺负。方才还在被我威胁在看就要挖眼珠子的傅凌霄，我爹，我家阿如，我忍不住红着脸打断，爹。我爹嗨嗨两声，假意没瞧见我火辣辣的目光，问：我听闻贤侄至今还未有婚配，贤侄觉得我家阿如如何？这个老头子，我气得想去揪他胡子，奈何有外人在，我只能悄悄掐他老腰，皮笑肉不笑。爹，你又在胡说八道了。他眼皮狂跳，差点没腾出声。傅凌霄看在眼里，笑意盈盈。沈小姐自是聪颖过人，蕙质兰心，这不说还好，一说我爹彻底高兴了，撮合我与他的心思直接挂在脸上。这不，我不就被推出去与傅凌霄溜大街了吗？我以为我与傅凌霄会吵起来的，他瞧着不似看着那般温和。我重活一世也破罐子破摔，如此两个人多待一会儿没打起来都是奇迹。所以我等着他说我表里不一，瞧着良善乖巧，实则跋扈骄纵，如此便可以大吵一架。可没有，他像是没事人一般，我爹让他带着我好好玩，他便真的带着我好好玩。如意斋的胭脂我看腻了，他就带我去踏青放纸鸢；醉香楼的饭菜我没胃口，他就带我去猎兔。外面的山野又远又阔，我瞧着什么都新奇，以至于忘了与他的那点局龉，笑吟吟地朝他炫耀那飞得最高的便是我做的纸鸢。他也不吝啬溢美之词，倒不是我爹拘着我不让我外出，相反，我爹从未逼着我做个一板一眼的闺阁小姐，只不过他从来军务繁忙，鲜少能带着我外出罢了。后来我嫁给了陆良，又来个莫仙云，结果可想而知。如若不然，我也不会如此新奇，但我更新奇眼前之人，以至于我坐着马车回去时，瞧着前面骑着马的傅凌霄，忍不住问道：你为何不问那日我欺负那兵卒之事？傅凌霄，你便不怕我是个跋扈恶毒之人吗？他笑，怕。我脸一挂，他下一秒就道：初时尚且有疑惑，可是这些日子与沈小姐相处，再下想，能让一个连猎到兔子也会放走的沈小姐恶语相向的人，想来定然是犯了天大的错。既是天大的错，沈小姐只不过是打骂了几句，她该是赚了。我张了张口，诧异地看着她的背影，才不是这样的。上一世莫仙云总是故意惹我生气，每次都让陆良撞上。我性子傲，却又不是没长嘴，奈何陆良没长脑子，导致我一解释，他就冷着脸对我道：阿如，我相信我眼睛瞧见的，你闹脾气也要有个度，仙云是无辜的。他相信莫仙云是因为青梅竹马的情谊，却不相信我与他几年夫妻的朝夕相处。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眼光输给了我爹，因为他选的人傅凌霄是长脑子的。罕见的，我居然没有因输给我爹而生气，反而瞅着傅凌霄，心里莫名高兴，面上却依旧是傲然的模样，撇撇嘴：算你有眼光，但是你也就只看对了一半。傅凌霄回头看我，我得意地朝他笑。我沈玉茹的确不是个嚣张跋扈之人，也未有什么欺压旁人的癖好，但傅凌霄以为陆良犯了天大的错，我只不过打骂几句，是我大度，那就大错特错了。毕竟连我爹都曾评价过我年纪不小，却记仇到了极致，简直与我娘的脾性一模一样。是以陆良，我怎么可能轻轻接过？送我到府上时，落霞艳红一片，傅凌霄自然而然地帮我放彩凳，我坦然受之，昂首。自视清高的傅小将军也会为他人折腰吗？他脸上并无难堪，笑看着我从善如流，不仅会，还是心甘情愿。我眯起了眼，
说出的话直白的吓人。傅凌霄，你心悦我，你还想娶我？他又不是傻子，从一开始我爹的意图就展现得明明白白。若非心中有意，早就一口回绝，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出去。他非我爹手下的小兵，不用顾忌回绝后会不会惹我爹生气。故而能让他如此做的，那就只有一个，他愿意。他愿意陪着我放纸鸢，陪着我春猎秋游。他喜欢我。边上的陈叔和小翠都被我过于大胆的话吓了一跳，不敢出声，以至于四下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我与傅凌霄四目相对。他狭长的眼睛眯起，片刻，喉结滚动，伴着窸窸风声。承认了。我笑得开怀，他也跟着我笑。可我可没说过要嫁给你。我话锋一转，这家伙怕是连聘礼都快想好了，正准备骑上马回去修书一封让爹娘提亲，闻言动作一致。我嘴角却满是得逞的恶劣，傲然地扬起下巴。我都说过了，你就看对了一半。傅凌霄，本小姐就是骄纵跋扈，岂是你说娶就要嫁的？他虚心请教，那敢问该如何才能赢得沈小姐青睐呢？我得意的一哼，怎么着也要哄我高兴了再说。沈小姐放纸鸢抓兔子时明明很高兴，可还不够。我可一点不怕她觉得我拿乔放弃了，若是真的放弃，那也不见得多喜欢我。如此我又何必嫁她？傅凌霄走了，走时好像还挺高兴的，马声呼啸，自是少年意气，胜券在握。我看着他背影消失，转身要回府，却听见一个沙哑的声音：阿如。门口的石狮旁，一身戎装的陆良不知站在那儿看了多久。他像是匆匆赶来，风尘仆仆，手里还拿着一盒新鲜的胭脂，落寞又可怜，但可以保证他该听见的都听见了，不然表情也不会那么难看。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朝我走来，将如意摘的胭脂放在我的手里，手背上青筋暴起。到底是一世夫妻，我知道他一定气急了。怎么生气了？我欣赏着他脸上变幻的情绪，心里无比畅快。想生气那便滚啊，我可没逼着你像条狗一般的跟着我，亦或是与我大吵一架。毕竟谁不知道你陆将军多威风，就没少为你的小青梅与我吵过，不是吗？陆良低着头，只是将胭脂给我拿好，语气没什么不对。这是如意摘的胭脂，我知你最喜欢，这几月我总是冲在最前头。如今已经得到提拔，得来的奖赏与俸禄，我只为换这一盒胭脂。只要你高兴，我对仙云真的别无他意。阿如，以往是我眼瞎，你生气想要如何待我都行，但独独不能为了气我，草草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傅凌霄并非良人。良人？我嗤笑。他并非良人，你便是？他傅凌霄再混账，也是家世显赫，也多少要脸。我嫁过去，再倒霉，也不至于会有一个不知来路的青梅缠着，更不会被送去换人吧？陆良满眼受伤，阿如，别说这样的话，别去回想伤了自己。我当真厌恶极了，厌恶极了他这副明明什么都是他做的，却又一副为我着想悔不当初的委屈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才是那个负心人，可笑。手中的胭脂被我狠狠砸在地上，我的话化为了利剑。一盒如此廉价的胭脂也配入我的眼，便是给我擦脚也不配。也怪我少时不知好歹，居然还能不嫌弃。现在再瞧瞧，我毫不掩饰自己脸上的嫌弃，看着此时还寒酸的陆良，字字扎心。果然这胭脂与你一般，都上不得台面。反之，人家傅小将军家世显赫，又年少有为，我为何不选他，去选你？这只不过是开始，你知道的，我往后必能让你做将军夫人。陆良保证。可是我现在就要做。我毫不留情，转身就走。你做不到，便别来我面前碍眼。阿如，陆良声音颤抖。我脚步未停，夜风之中，独留他与地上的胭脂待在原地，萧瑟落魄不已。回去的路上格外安静。我出声，小翠，是不是觉得我坏极了？和上一世的诡计一样，有了经验，这一世的陆良甚至比上一世还要出头的快。小翠自然知道他
甚至其他人都对他评价颇高，这反倒衬托的我对他的轻蔑和恶劣，更像是嫌贫爱富。小姐并非那般人，若真的是，也不会随老爷一道来到这苦寒之地，时常施粥救济苦难之人。小翠想也没想就摇头。至于对陆小将，他咬唇纠结，虽不知他做了什么事让小姐厌烦，但小姐如此做，定然有自己的原因的。他还是和上一世一般护着我，哪怕那个时候陆良偏袒莫仙云，谁都以为莫仙云被我欺负时，他也从未动摇过。后来我被陆良灌下鸩酒时，他被骗了出去，等再回来，再见到的便是我寥寥无几的骨灰。这个傻丫头当时哭得伤心极了，哪怕陆良位高权重，他也什么都不顾的想要夺了他的命为我报仇。奈何实力悬殊，陆良没杀他，他却也靠近不了陆良，只能自己委屈地抱着我的牌位哭。小姐，我真没用，那个陆良就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要是老爷还在的话，我那时只不过一缕孤魂，知道他听不见，却还是想安慰他。好小翠，这不是你的错。屋子里安静一场，他的泪珠掉在地上，过了许久才抬起头，声音回荡：小姐，我带你回家吧。我愣住，在半空之中看着他胆大包天的用了假骨灰换走了陆良屋子里我的真骨灰，又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之时，带着我的骨灰远赴故地。他与我一起长大，胆子亦是与我一般小，可是那一次他脚步都没晃一下，走得又稳又快，迎着朝阳，头也不回。那也是我重生前看见的最后一幕。重生一世，我做的事旁人怎么想我都不屑一顾，唯独二人，我爹与他，我不愿他们误会那个他们心中良善懂事的沈玉茹变成了一个骄纵跋扈的恶人。所以我解释：好小翠，我并非嫌贫，我只是单纯嫌他罢了。那日之后再见傅凌霄，他脸上多了些伤痕，旁人和我问他是如何伤的，他都笑呵呵地说跑马摔了一跤，便算不了了之。倒是之后几个月，陆良好像和傅凌霄杠上了，凡事都要争一个高低，杀敌如此，斗马也是如此。这厮也是精力旺盛，都这般了，还有余力不气馁的邀我游玩。我倒没拒绝过，久而久之，成双入对，谁都瞧得出来我与他的苗头了。陆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在军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送到我面前的胭脂水粉、簪子玉佩也越发金贵。我没还回去，照单全收，转头挑了一只最好看的插在小翠发间，剩下的让他通通转卖出去，得来的银子又能多摆2个粥铺。终于他瞧见我与傅凌霄谈笑着分别和小翠发间的簪子之后，在无人之处将我拦住，言语忍耐：我与你说过傅凌霄并非良人，你为何还与他一道？还有我送你的簪子，阿如，你以往并非这样的。以往的我什么样子？是他送我一只破簪子就珍重地收在盒子里，还是他给我一件莫仙云挑剩下的玉佩就喜笑颜开？我冷笑，我以往的确贴心，这才落了个下场凄惨。如此重活一世，我想通了。想通了什么？陆良问。我慢悠悠地理了理发间的碧玉簪，那是傅凌霄送给我的，价值不菲，自然是要做个不贴心的。当初我不贪财好权，所以我嫁给了你，受尽了苦楚。如今我又贪财又好权，变得了这么多好处，还一嫁便是将军夫人，等都不用苦等。陆良不可置信。可你明明知道那傅凌霄命不久矣。我知道前世之事，大可以告诉爹爹让他规避，就算规避不成，那也没什么不好，成了将军夫人，还不用相夫教子，岂不美哉？我笑得越发灿烂。他愣住，仿佛第一次瞧见我这般。不，他是一步步看着我变成这个样子的，亦是我让他亲眼瞧着我变成这个样子的，看着我因为他从一个天真良善的模样变成嫌贫爱富、唯利是图、不相信情爱、只看重钱财的女子，都是因为他，都是他的错。他握紧拳头。那若是我比他爬得还要更高呢？那我自然会嫁给你。我毫不犹豫，笑意不减。左右我谁也不爱，只爱权势罢了，自然
我也不会因为前世你与我的仇怨而对你避之不及。只不过这是万万没有可能的。为何？他不甘，我可以爬得更高，比傅凌霄给你的更多。你知道，上一世我便是如此。那都是多久的事了？我满不在乎。让我等那么久，还要陪你吃那么多苦，我可没那个耐心。是以，我终于扶正了那只簪子，看着他瞳孔之中鲜活的自己，笑。便算了吧。他眼中的不甘彻底点燃。那日之后，谁都说陆良疯了，不管不顾的杀敌，往上爬，声名大噪。和他不一样，我爹就对傅凌霄与我两情相悦这件事高兴不已。见我来时，高高兴兴地朝我招手。老头子两鬓斑白，眼中却神采奕奕。按道理，他还不至于摊上老这个字，但他与我娘是中年得女，生我时他都30有余了。又因为我娘感染风寒，久治不愈而亡，他更是一夕之间老了10岁不止。如今就算拿得起大刀，也掩盖不掉岁月的痕迹。见我来，他笑着朝我招手：“阿如，来瞧，这是你娘当年亲手种下的牡丹，也是奇了，这些年边关寒冷都没开过，今日却开了。娇俏的花瓣能在寒地盛开，的确是不易。此时随风摇曳，瞧着漂亮，却也令人怜惜。”他小心翼翼地挡住风，看着花儿与我道：“一晃眼，你娘已故去这么多年了，我也老了，所幸我们的好阿如长大了，也有了如意郎君，待老夫随你娘而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他说的豁然，我却眼中酸涩，撇嘴：“你又在说什么胡话？若是娘还在，又要挨打了。”他哈哈大笑：“你娘才舍不得打我。”提到我娘，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是他要随我娘而去，我却怎么都笑不出来。他轻轻地摸着花瓣，语重心长地对我开口：“阿如是不是觉得爹爹着急给你找夫君，是老顽固，生怕你嫁不出去了？”“不是。”他叹了一口气：“老夫的女儿是最好的，若有人瞧不上，便是没眼光，就是嫁不出去又如何？老夫能养一辈子。可是阿如，爹这些日子总是做同一个梦，梦到爹死后，爹的好阿如被人欺负，爹瞧着心疼。醒过来，爹才恍然想起，若爹在，自然能护住阿如不被欺负，可若爹不在了，这世道，女子本就艰难，你变成一个孤女，那些所谓亲朋或许能照应你一时，却不能一世。爹便想着，若是你能有一个好夫君，夫妻恩爱，也算幸事了。傅家那小子不错，他又是家中独子，再加上傅老头与我有交情，你若嫁过去，会少吃很多苦。”我眼眶红了：“爹，女儿能照顾好自己，就算一个人亦能活得好好的。但娘没了，你不许说晦气话，你要活得好好的，长命百岁。”我爹一扫伤感，笑：“好，爹都听阿如的。若是阿如不喜那富家小子，便不嫁。爹手下还有不少小将，那个陆良就不错，无父无母，也上进。若阿如还一个都不喜欢，那爹与你娘留下的家产，也能养活阿如一辈子。”我破涕为笑：“那女儿求爹一件事如何？”我爹讶然：“何事？”我抬眸：“女儿想要爹将一人踢出军营。”“谁？”“陆良。”就是他口中赞扬上进、可靠之才的陆良。重生以来，我对陆良横眉冷对，冷嘲热讽，却从未阻拦过他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如若不然，他也不会心怀希冀地以为我自始至终都是心中有他的。而现在，我看着他起高台，看着他宴宾客，又在他快要爬到楼顶时，一举推下，让他楼塌了。陆良离开的时候极为狼狈，曾经风光无限的陆小将军，一夕之间连最低等的小卒都不是。而我正让傅云霄给我驾着马车，居高临下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他阴沉地看着傅凌霄，最后转向我，苦涩：“阿如，这便是你对我的报复？还差一点点，就一点点。只要等到前世傅凌霄与我爹以身殉国那一战，他利用前世的见闻扭转乾坤，便能官运亨通，彻底与傅凌霄平起平坐，甚至还会比他更高。如此，他就能再娶回我。可现在，就在只差一点之时，我亲自求到我爹面前。
让他所有的一切彻底化为乌有。而我坦然承认，是我，又如何？阿如，重生以来，陆良第一次生气地唤我，毕竟这一次我真的过分了。可我还是笑得得意。怎么办呢？陆良，爹爹说过，过了这一战，便让我与凌霄成婚。可你还是没能比他强，所以陆良，你别怪我，我只不过是想做将军夫人罢了。谁让你不是将军呢？他身体一晃，打击甚大。偏偏傅凌霄还附和了一句：陆公子，届时还望能来吃一杯喜酒。这些日子，他与陆良处处争锋，谁也不让谁。现在他大获全胜，陆良如何能冷静？果然，听见他的话，陆良阴沉沉地看了他一眼，愤然离开。他以为他还有机会，却不知被我爹赶出来之后，便是随便一个人物也不敢收留他。那才是真的穷途末路。不下几日，才风光起来的陆将军又快要回到最不堪的马奴生活。探子将他的现状一五一十地写得详细，送到我的手边。傅凌霄看了啧啧，得罪沈小姐的都会这么惨吗？我哼了一声，示意你最好当心。话虽如此，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即便是一军主帅，也不可无缘无故罢黜将领。傅凌霄笑着看我，沈小姐若是知道她的短处，大可让我帮忙，如若不然，沈将军可就要将人接回来了。瞧不起谁啊？我翻了个白眼，将目光落在了信纸的最后一张，上面赫然是风光的陆良一朝落魄。一夜，院门被推开，那个他曾经走散的青梅冒着寒风，欣喜地冲进他怀里。表哥，我可算找到你了。边关，千越人的大军压境，这一战准备已久，双方都蓄势待发。傅凌霄也没那么闲，天天黏着我。相反，他和我爹以及其他的将领忙得不可开交，脚不沾地的。最开始，我借着上一世的印象，提出了千越人的破绽，让其计划了许久的圈套功亏一篑。当初被声东击西的困境到底没出现，我爹和傅凌霄也没有因为奸细的出卖遇到前世的困局，相反势如破竹。但突然，千越人的计谋一改往日，简直换了一个风格。这下绝对的优势变成了势均力敌，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我再也帮不上忙。更重要的是，上一世我只是知道这军中有奸细，却不知是谁。到了这一世，想要抓出来也同样困难。战事越来越紧迫。傅凌霄说，对方主将动作鲜明，出手狠辣，且对我军格外熟悉，可谓强敌。一时间，战火连天，凝重的气氛久久不散。一连多日，我都在为瞧见过我爹和傅凌霄。直到有一天，陈叔急匆匆地赶来，开口便是：小姐，老爷让我带着你快走。和前世一样的覆辙就在眼前，我的心悬了起来，颤声：我爹呢？这一路又急又赶，我就算是要问，也是路上才得空闲，丝毫不敢拖延一刻，唯恐成了累赘，反倒牵连旁人。小翠安慰我：老爷那般厉害，不会有事的。陈叔催动着马车，千越人势如破竹，傅小将军被伏击，老爷也快撑不住了，他让我带着小姐离开。又是这样，我瞳孔猛缩，想到了上一世爹爹最后变成的那一捧骨灰，出声：不，我要留下来，我要回去，就算是死，我也要陪着爹爹一起死。小翠的惊呼传来，我打开车门就要跳出去，陈叔却道：小姐，你怕是得留下来。我的动作止住，不远处，陆良穿着千越人的甲胄，身后有着同样装束的莫仙云，以及千千万万的千越士兵。时间重叠，上一世我被我爹让人带走时也是这个时候，只不过不同的是，驾马车的人是陆良，而现在陆良却在对面。陆良，我咬牙切齿，你居然做了叛徒！莫仙云全然没有上一世柔弱的模样，或许这就是他原本的模样，看着我眼中轻蔑。表哥，这便是嫌弃你落魄的那位大小姐，瞧着也不过如此，真不知你为何要让奸细将她带出来。奸细？我回头，陈叔。陈叔笑得阴冷，大小姐，你也莫怪老夫，毕竟作为千越人，
自当如此。我怒不可遏，我爹最为信任你，待你不薄，那又如何？他沈月杀我千越人数不胜数，就该千刀万剐。你……小翠也被气得说不出话。我怒急攻心，死死盯着陆良。你怎么敢？你怎么敢？我朝与千越人有血海深仇，他怎么能做叛徒？更何况他的一家不也是被千越人屠戮的吗？陆良变成了我彻底看不懂的模样，更加冷酷，杀人不眨眼。千越人都怕他，但莫仙云将他策反，他的才能又无可比拟。谁都以为我这般与他说话，结果会生不如死，可他却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到我身前，动作小心的让我站稳，却被我反扇了一巴掌。即便如此，他也只是开口道：阿如，这都是你逼我的，现在傅凌霄已经死了，我是将军，你何该嫁给我做将军夫人？畜生！我爹呢？我爹呢？我焦急。我不会杀他，但他也不能有寸步自由。若是你能劝他为千越所用，他同样也可以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他摆了摆手，人群中我爹被压了上来，他比我还要不可置信，看向陆良的目光满是痛心。庶子而敢，你居然是叛徒！你怎能是叛徒？你可忘了你说过，你爹娘都是被千越人所杀。无论前世今生，我爹最为欣赏的都是陆良这样从底层爬上来的人才。他寄予厚望，叛徒如何？仇怨又如何？陆良终于有了波动，却道：这世间仇怨可变，爱恨可变，唯独位高权重不可变。只要能爬上高位，我想要的才能得到。即使如此，在哪一边又有什么区别？我将当初杀我爹娘之人处决，不也算报仇了吗？他说完，偏执地扣住我的双肩。阿如，如今你要的我都有了，我做到了，我们回到从前如何？这一次，我再不可能失去你。从前？我目光更冷，扫到他身后。那你是不是忘了我是怎么死的？陆良一顿，顺着我的目光看去，赫然看见了莫仙云的身影，眼中闪过挣扎。莫仙云不明所以，有不好的预感。表哥，别听信他的话。上一世，莫仙云就是千越人的奸细，来找陆良就是为了策反离间。我不就是死在他的离间计中了吗？我一字一句。陆良，你怎么还能让他出现在我面前？陆良面上挣扎。表哥，莫仙云大感不妙，看我像是蛊惑人心的妖怪。陆良呢喃，像是安抚我。再等等，再等等，阿如，你要的我都会做到，他还有用。妖女！莫仙云狰狞。可笑，他还真以为这是我的蛊惑了。也就他当陆良是个宝，想要他的命，我何须陆良？我突然嗤笑一声，甩了毫无防备的陆良一巴掌，表情变幻，冷酷也无情。果然，畜生就是畜生，要挟我，你也配 ？So， 长剑撕裂空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贯穿陆良的肩膀。小翠等候已久，立刻将我拉到身边。不止陆良，扣押着我爹的千越人陈叔同样被一击毙命。不好，有埋伏！来不及了。峡谷之上，傅凌霄拉满长弓，厉声杀！瞧，这才是真的埋伏，真的圈套。从我重生开始，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这一刻。陆良自认为聪明，却又不想，谁还能是个傻子呢？我的确是闺中女子，不懂兵法杀法，可我身边懂的人可太多了。我想不出来的兵法，只需要专业的人去想变成。我要做的只是请君入瓮。这一场蓄势已久的大战终归大捷，千越人溃败而逃，死伤惨重。莫仙云被抓时癫狂。我是在边关出生的，何该是千越人？为千越人办事有何不对？我不服，我不服，不服又有何用？战场之上先分生死，才得输赢。他输了，结果也只剩下死。而陆良，是我请求爹爹让我亲自动手的。我爹对他失望至极，痛心疾首。原本在我说出他会成叛徒时，他还百般不信，只要陆良能坚持几日，通过考验，坚守本心，便可以官复原职。
但他没有。如此一个叛徒的生死，他还是能决定的。地牢很暗，铁链声响动，酒香飘散。我为陆良准备的正是鸩酒。他身上满是血痕，看见鸩酒，低笑出声，颓然：阿如，你来送我了。我以为重活一世，我能弥补过错，让你原谅我。我无动于衷。我也以为念在我爹的恩惠，多年的夫妻之情，能让你别为我喝下毒酒。我以为那是假的。他突然高声：是他骗我，莫仙云骗我，所以我替你报仇了。阿如，我杀了他，我最后杀了他，无论他怎么求饶，我都没放过，我为你报仇了。他如同一条狗一样邀功，我却静静地道：陆良，上一世我死后，你也做了叛徒吧？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其实不难猜，有莫仙云离间，我这个功臣女儿被送出去惨死，陆良带领的队伍死伤更是严重，一旦他回去，必然被革职查办，结果最差都是斩首。是以只要莫仙云一诱导，他自然会做叛徒，投靠千越人，得到权力和地位。只是莫仙云太过自信，忘了有些狗是养不熟的，一招不慎就会自食恶果。所以你凭什么能重活一世？那些我朝以身殉国的兵卒，因你背叛而死的兵卒，又算什么？我问他，凭什么你觉得你重活一世就可以安安生生，一世无忧？亦或者老天让人重生，不过是觉得你死得太轻松了，让你再死一次呢？而这一次，我要让你生不如死。这不是让人溺于梦中好好死去的假鸩酒，而是侵蚀五脏六腑，让人痛不欲生，7天7夜之后才会肠穿肚烂，彻底死去的真鸩酒。我亲自为陆良喝下的，然后不顾他的呼喊和挣扎，转身离开。他是叛徒，是忘恩负义的畜生，理所应当死在阴沟里，生不如死的被折磨而死。而我沈玉茹会站在朝阳之下，堂堂正正的活着。傅凌霄给我打开地牢门，走出来时，我笑得灿烂。他给我递上从他娘那儿搜刮来的祖传镯子，这次够高兴了，可以嫁给我了吗？我看向他，威胁：你可是瞧见的，我如此记仇，若是娶我之后敢负我伤我，结果不会好过牢中之人半分。他笑意不减：若我做了如此之事，理当生不如死。我昂首，傲然地朝他抬起手来。他从善如流，认真仔细地给我戴上，满意地道：真漂亮。我与他对视，无声一笑，心有灵犀。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